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现在是早上8点多，刚吃过早饭，我来楼顶呢跟大家说说话。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万里无云。对呀，今年特别干旱，已经多少了？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了，没有下雨了吧？只下了2场雨，其实呢等于没下。每天都是这样，天特别蓝，没有一朵云。我觉得有点像撒哈拉那个沙漠的气候。我昨天还问了我哥，因为他在这里我们老家种葡萄，我说如果这么久不下雨，对你的那个葡萄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因为呢我们这里虽然呢没有下雨，但是呢我们这里有水渠，那水渠的水是从那个山里引过来的，只要那个河有水，那么我们这里就干不到。可是呢我总是呢比较忧虑啊，假如1年不下雨，那山里面的水是不是还会有流出来呢？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截流呢？如果真的这样，那我觉得就比较危险了。不过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气候是这样啊，一般是冬天开始到夏天的初夏吧，从元月份到5、6月份，我们这里是雨季，然后呢从7月份一直到11月份左右吧，是旱季，就是今年冬天，明年春天又开始下雨了，希望吧。那么久没有下雨，我从来没有见过，至少呢我在我们中国生活了20多年，我在我的记忆当中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是不是一种全球气候变暖产生一种现象呢？我不知道啊，反正那么干旱，在我的老家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其实心里是有点忧虑的啊。这环境虽然每天阳光普照，然后呢蓝天也没有白云，就是蓝天，这在过去也是非常少见的啊。有的老人说，他说应该是50年代有过一次这样的现象，然后就是2022年了。我们作为老百姓呢，也不能够影响这气候，只能从自身做起，比如说尽量呢能够环保一点，对这环境好一点，少制造一些垃圾。还有呢，我们国家新能源这方面做得好，比如说新能源电动车汽车等等，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新能源方面是作为世界的榜样。我认为虽然呢西方喜欢抹黑我们中国，就是说比如说德国媒体特别喜欢说啊，说你看那个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是第1大户，他们总是用总的排放量，而他们不说，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说人均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贬低中国的时候，说中国有多穷的时候，就是说你看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1万多美元，我们呢，我们德国有5万美元，我们是全球比较富裕的国家。德国喜欢这样，德国媒体喜欢说，而且德国人也喜欢说，他说啊，我们德国人很富裕，然后怎么样。有时候说了中国，他们会说中国还有几亿的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之下，也就是说赤贫。当然他要说我们中国穷，我也无所谓，对吧？我们中国人过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穷还是富，不需要人家对我们怎么样，对吧？人家怎么看无所谓，自己过好自己生活。那我今天说的话题呢是这样啊，昨天一个德国朋友啊，给我发了一张这样的图片，是通过我们在德国的社交媒体叫 WhatsApp， 上面呢是一个少年，一个德国的少年，配图上面的文字是这样的，他说我理解正确吗？如果我工作时间很长，我非常努力工作，那么我必须交钱给我们的政府，可是如果我不工作，那政府还给钱给我，对不对？他用了一个问号。其实呢这个图片他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不是问号，就是这样，就是说在德国你的薪水高，努力工作，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中产阶级以及有钱的人，那么你越努力工作，你交的税就越多，对吧？那么就说你交给政府的钱是不是越多？我在以前有些视频当中，有些节目当中我说过，在德国
所谓的福利社会。如果你不工作，即使你像我一样有手有脚，都动得一个很健康的大活人，可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去工作，你在家一天到晚就躺着，然后呢跟你老婆在家做活塞运动，你即使一辈子没有工作过，还有你的后代也没有工作，你前辈也没有工作过，那德国的政府也要养着你。真的啊，这就是福利社会啊。所谓的福利社会，就是我们中国有些恨国党特别羡慕的西方的福利社会，就是不用工作，政府养着你，确实这样啊。然后呢，我这个德国朋友就给我发这张图片，他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德国的福利社会呢非常的反感，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德国的纳税的大户，可以说啊，真的，我们作为职员，还有我像自雇的，我也要交税。我们呢，在德国属于从收入来说，是起码是超过平均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德国这福利社会的那个中流砥柱。也就是说，德国那些所谓享受福利的人，其实呢就吃着我们的血汗钱。就这样，德国啊，这个所谓的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那些福利国家的那些问题啊。而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为什么？以前我看德国的电视节目，一般来说是一些纪录片啊、访谈节目，对吧？或者是一些那种电视情趣的那种脱口秀，有那些非常低素质的人，不工作的那些人，而且那种他们的素质特别差，因为可能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的人。然后等到他们呢14、15岁的时候，甚至呢12、13岁的时候，就跟人家发生关系了。比如说女的就已经有个肚子了，14岁可能就生小孩了。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够好好去学校上学吗？你说他这样的人有什么文化水平？你说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家庭他有什么素质吗？绝对没有，是吧？而这样的人在德国是国家，也就是我们纳税人要养着他们。有统计数字啊，在德国文化层次越低的人，他生的小孩就越多。我觉得在中国也差不多。然后文化层次越低的人，抽烟的比例越高。刚才说了，生小孩的比例越高。然后你这个家庭本来文化层次就比较低，生的小孩又多，那你只管生不管养，生出来的人可能会一代不如一代。西方国家它跟我们中国这儒家思想不一样，我们这中国这儒家思想，即使在我们村的农民啊，虽然他们文化层次低，可是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农民啊是非常注重自己小孩的教育的。据我所知啊，比如说我的堂弟，他有2个女儿，我们这里在农村，离县城是7公里。我堂弟知道县城的教育要比我们这村里的小学要更好一些，所以呢，他要托认识的人花钱，相当于赞助费，一定要到那个县城的小学去念书，即使他苦一点，他也愿意。在德国，这绝对不可能的。哎呀，我也不能说绝对，就是大概率吧，不可能，因为他们人就没有这个意识。在德国，很多人认为读书无用。我在德国读大学的时候，我假期啊去打工，去奔驰的流水线，里面呢就有比如说土耳其他们所谓的那个移民的劳工，就是当年那个德国经济起飞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德国的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那种工人，低素质的工人，就是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会动你的手，动你的脚就可以了，就那种，就是那个土耳其的农民，其实他们呢到了第2代，他生出来之后，他们的小孩到奔驰在上班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现在只有10几岁啊，你是做什么？他说我相当于小学毕业之后他就做职业培训了，16岁就可以做职业培训。他说这样挺好的，他说我父母说了，我很早就可以出来挣钱了。他说要比今后念大学更合算，因为呢你看我16岁我就拿钱了，
如果你去那念大学，你毕业出来就25岁，甚至有的30岁了。他说那时候才开始领工资，而我呢16岁就开始领了。你看我比他早领十几年，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他对我是这样说啊。当然在这里啊，我绝对没有看不起工人这种心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社会就像一台大的机器啊，每一个社会缺少一颗螺丝都不行。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呢需要，比如说文化层次低一些的人做什么，比如说清洁卫生的，做家政的，也需要呢一些知识分子、科研人员，还有教师、科学家等等等等，对吧？缺一不可。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心态，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有一点，但是呢，理智告诉我，我们不应该有。好了，我们回到呢这个低素质的人群，在德国啊，他们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他们子女啊，一般来说，这个阶层固化，我认为呢要比中国更严重，因为我们中国是这样啊，是公办教育，对吧？比如说进我们这村小。只要你好好读书，那你极有可能你考上我们现在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对吧？就是看你，另外当然看老师了，对吧？两个因素，一个是你本人，另外一个是老师。而你本人呢，绝对与你家教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的父母对你不重视，那么你很可能你就跳不出这个阶层的固化。而中国，我认为大部分的，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有重视教育这种传统，所以相对来说，我还是认为啊，中国这个阶层固化的现象没有像德国那么严重。德国一般来说，你是工人家庭出身，那么很可能你的后代也是工人；你是低素质的人，是领福利的人，那么你的后代很可能也是一样，因为父母就是他的榜样啊。从小他从一出生一直到他懂事，一直都看着你一天到晚都在家，对吧？无所事事，那他也会变成那样，他也会觉得做那个读书没有什么用。所以就是我这个朋友发给我这个图片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他是在批评德国这所谓的福利制度。我一直觉得啊，一个社会有弱势群体，我们绝对要帮他们。他天生有残疾的人，比如说缺胳膊少腿的，还有智力有残缺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帮他们。像那些有手有脚的人，他们能去工作的人，如果他不想去工作，我觉得就应该让他们自生自灭，就不应该像德国那样从生到死一直要养着他们，用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呢。所以这一点呢，我是特别反感德国这种福利社会。就是说所谓福利啊，这个福利说来说去，其实呢就是剥削我们中产阶级来养活那些懒的人。我再声明一次啊，对社会上确实需要帮助那些老弱病残的人，我们义不容辞，一定要帮助他们。即使我交税，我也愿意。可是呢，那些懒人一分钱我都不想交。所以呢，我觉得哈，像这种目前欧洲所谓这种福利社会，它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如果这样执行下去，只会让这个社会越来越烂，整个国家的素质越来越差。你想想看，你不工作，在家你造人，不仅国家养着你，而且在德国每个小孩还有补助，大概是200到250欧元左右一个小孩。所以有这样的家庭，不管是移民家庭还是德国家庭，多子的家庭是这样。有的人他认为呢，养小孩不用花钱，反正国家帮你养着，我钱没了，我就到国家那个什么社保局去要钱，申请这样那样的补助。所以最后呢，比如说一个家庭如果有5个小孩，光是小孩的那个国家发给你就1000多欧元，然后呢每个大人400多欧元，每个小孩又300多欧元，这是额外的生活费啊，儿童费不算。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个小孩加2个大人就7口人，对吧？光是国家发给你的就有大概是差不多3000欧元的生活费，
再加上儿童费又有1000多欧元，也就是说4000多欧元。然后呢，国家也就是我们纳税人还要帮你出房子的钱，租房的钱，暖气费、电费全部是我们包。也就是说，这些人这一家人在家什么事都屁事不干，就是在家做活塞运动，每个月从政府那里领钱3-4千欧元，也就人民币差不多3万块钱了。光是吃饭要不了多少钱，对吧？房租又不用交，是我们纳税人帮他出的，暖气、电费都是我们纳税人，他们就是管吃不饿就可以了。还有这样特别变态的例子，比如说在德国，低收入的人群是比如说理发师啊，还有服务人员呢，超市的那种理货员呢，这些都是社会最底层的，收入最低的人。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可能1500欧元都没有，1500欧元都没有。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那个兑换，就是当地的1500，那就是当1500，或者最多当2000来花，就相当于人民币2000块钱。你想想看，在城市里面，像这种人绝对买不起房，我可以说100%买不起房。也就是说，每个月他们如果是工作的啊，工薪族最低的那些人，最底层的工薪族，算你1500块钱吧，自己要交房租，全部加起来，我估计呢，单身汉700块钱左右，那还剩下800，对吧？吃饭我估计呢，现在要250到300一个人，那就多少了？1000、1100了，还剩下500，通讯费、社交、交通费，还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因为你在德国的人不能够没有保险，所以像这样的人，刚刚能够养活自己，成家就别想了，辛辛苦苦1个月，刚刚活命，就是能够活下来。而另外的懒人在德国怎么样？不出去工作，然后呢，国家帮出任何的费用，就除了帮他交房租之外，帮他交医疗保险之外，全部交了之外，还每个月发给他400多欧元。在德国是这样，如果你不出去工作，你还可以申请买手机的钱，你还可以申请买电脑的钱，也就是说，你手机这个钱也省了。而那个工作的人呢，他什么都得自己买。所以最后呢，有的人算了一下，像这种在家领福利的人，其实你把那个房租打进去，把所有国家帮你出的钱，也就是我们纳税人帮你出的钱，全部加起来，要比那个辛辛苦苦像狗一样生活的人，出去工作的人，工薪族，要过得更好。他不出去工作，照样让国家养着他，而那个人出去工作，每个月还月光。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福利社会？是不是有点变态呢？而这就是德国以及很多特别北欧福利国家普遍的现象。我相信在欧洲绝对有其他网友看我这视频，你们看看我有没有说谎。所以我认为啊，像这种德国这种所谓的福利这种制度呢，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继续持续下去，那德国还有欧洲，你的未来绝对堪忧。这只是一个方面啊，这福利啊害死人呐。为什么德国的用工成本那么高？就是因为这福利社会拉高了这个人力成本。在德国叫社保，是雇主帮出一半，还有雇员出一半。人力成本拉高之后，那你整个经济肯定它的那个竞争力就没有其他那些国家那么高了，对不对？说来说去又好笑啊，有些德国那些傻傻的人，老是跟他们的媒体步调一致，说我们德国要产能回流。你自己本来用工成本那么高，你这个福利社会呢拉高了用工成本，然后呢还说产能回流，那你的东西卖给谁呀？本来你就那么点钱，比如说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月就是1000多一点点，1000出头，1分钱都存不下来，还说产能回流。如果产能回流，一双鞋，比如说现在啊，便宜的一双鞋30欧元，对吧？那如果是产能回流，一双鞋100欧元，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光脚了，今后要打赤脚了，根本就没有钱买。
还有另外一个，德国啊，现在没有什么俄罗斯的便宜的能源了，对吧？你还产能回流，连电都没有，生产什么？生产空气啊，对吧？有些人呢，就是说话呢不过自己大脑。前几天，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在里斯本一次应该是国际研讨会上面，他就说了，他对他当年的那个决定不后悔，就是说，德国呢已经享受了很多年、几十年俄罗斯这便宜能源的红利。他说：“我做总理就是为了德国的利益着想，而这便宜的能源对德国经济有好处，所以呢，我就是从俄罗斯那里，我就是跟普京的关系当时走得比较近，我不后悔。我觉得他说的对啊。而现在的德国呢，整个社会都一样，意识形态挂帅，而且我还是比较确定啊，德国媒体还是受了某国的那个操控，肯定是。”把人家俄罗斯把普京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坏蛋，现在是这样啊，真的，一说到普京，全部的媒体都是负面的对他。至于他对这个乌克兰到底是坏还是好，我相信呢，我们中国人心里有一把尺，对吧？假如当年没有北约5次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如果北约没有把这个俄罗斯当成一个敌人去看待，我相信呢，绝对没有俄乌战争。而且我相信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相当于兄弟般的友好的国家，肯定是。如果没有这个演员总统一味的当人家那个灯塔国的马前卒，那今天乌克兰可能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国家，对吧？本来这秩序好好的，俄罗斯有条不紊的输送能源到西欧到德国去，然后皆大欢喜，对吧？可是呢，某大国他就是见不得俄罗斯和欧洲走得更近啊。即使德国呢有一些理智的领导人，比如说默克就是一个，原来施洛德也是一个，他们也想德国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们也想能够自己做到外交独立。德国政府或是德国一些政治人物也想与比如说法国一起带领欧洲崛起，他们也想崛起啊。因为现在的欧洲其实啊就是可以说是某个大国的傀儡，对不对？对他一步一趋，对吧？那个国家叫你干嘛你就得干嘛，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况且了，德国还有人家这个国家的驻军呢，有很多军事基地，但现在没办法呀，人家在紧紧的拿捏着你。你看默克尔他的手机都被监听了，对吧？还有其他国家领导人也被监听了，难道他们不想解放吗？肯定想啊，可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人家那个灯塔国他绝对不想看到俄罗斯和欧洲走得更近，也就是说他们不想看到俄罗斯继续源源不断的输送这个便宜的能源到欧洲这边去，因为欧洲的经济就是建立在俄罗斯便宜的能源之上。没有俄罗斯的能源，那你欧洲的经济是不是会崩溃呢？而这欧洲的崩溃对谁更好呢？当然是对那个国家来说更好了。最近呢，我还看到一个应该是兰德的一个报告吧，他们内部的啊，兰德专门是给这个灯塔国这政府呢做一种相当于智库吧，给他们做参考。而且他们呢讲话讲得非常直白。其实呀，那个灯塔国它的目的呢就是搞垮德国。你搞垮德国，把这个德国还有俄罗斯的关系搞坏，把德国搞垮了，那你欧洲，德国是欧洲的那个经济引擎，对不对？你德国垮了，你欧洲也就完蛋了。你光这个法国也挑不起什么大梁啊。目前看来，他所有的打算他都实现了。欧洲俄罗斯的关系搞僵了，北溪管线炸掉了，欧洲俄罗斯永远不可能再复合起来。没有了俄罗斯的能源，德国的经济垮了，欧洲的经济也会垮。另外呢，欧元可能也会垮。
所以你说，你看人家那个国家，他早早他就准备好他自己的剧本了，完全照他的剧本去演就可以。目前看来，他每一步他的设想在欧洲这边都成功了。什么原因呢？我一直还是觉得，虽然有的网友不同意，欧洲人的智商就是不高。人类学家已经说了，欧洲人的智商大概是在98到100左右，东亚人在105到106，多出6个百分点，那就完全不一样啊。本来我们明眼人，我们中国非常普通的人，而且农民都看得非常清楚，你欧洲这样搞不行啊。可是呢，他们就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天要下雨，人要嫁人，没办法的事。所以从这张照片呢，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本来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福利社会是不可持续的，已经走到一个瓶颈，了，必须得改进。可是呢，这个整个德国啊，就像一台比较庞大的老旧的机器，停不下来。虽然啊，我是个德国的国籍的人，我是德国公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什么归属感。哦，对了，给新朋友、给新的观众说一下啊，我虽然是德国的公民，但是呢，在德国入籍不像入你们美国国籍那样啊，在德国不用宣誓，我没有向任何人宣誓，我只是认同他们当时是这样啊，认同德国的民主价值观，我只是认同。好了，那么为什么不认同了呢？现在我就想问你，我们中国是不是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应该在城市大概有50%的离婚率，对吧？这离婚率那么高是什么原因？你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们结婚的时候不是海誓山盟吗？海枯石烂吗？那为什么你没有信守你们的誓言呢？那是说明不是你变了，就是他变了，对不对？就说那个年代那个时间点，你们俩爱得死去活来，对不对？可是人会变啊，可能你的老婆或是你的老公随着时间流逝变了，或者你呢也变了，所以两个人的理念不一样了，三观不合拍了，那某个时刻你们活不下去了，那就分道扬镳了呗。这是不是很正常？我入籍德国，跟与德国的，相当于我把自己呢嫁给了德国，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德国这个人呢，可以说我认为他是变了啊。现在的德国和20年前的德国，对我来说不一样了。也许是我自己也变了，因为我更看清了这个德国的真正的面目啊。原来我跟德国了解不深，我以为他一切都非常美好，对吧？所以我就相当于我把自己许身给他了。而后来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看清这个所谓的选举制的社会存在多少的问题，这个福利社会存在多少问题。然后呢，这个德国整个政治这个体制，还有这个德国整个政府啊，一届一届下来的政府，他们是怎么追随某个国家的？那个时候，我反对德国出兵到阿富汗，对吧？我反对德国参加伊拉克战争，我反对德国参加这个对叙利亚怎么样，我也反对德国这个轰炸南联盟，我当然也反对德国参加制裁什么利比亚，所有这些我都反对，因为这不是我的政治理念啊。这样发生的事情多了，你说我对这个德国这样的操作恶不恶心呢？你说我怎么能够和他在一起呀？难道我一定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我是一个自由人呢。所以有的人呢，以这个啊，你当年你加入德国籍，你宣誓了，你现在违背了你的誓言。我就是问你们啊，如果你真的是离婚的人，你为什么离婚？就这样就可以了。真的就像两个人结婚离婚一样，你对这个国家认同也一样啊。我当然加入德国和现在对德国的感情，真的是我觉得跟那个结婚一样，人的心会变，不是他变就是你变，最后呢两个人活不下去，一起活不来，那就分手呗。这不是感恩不感恩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三观的问题，我看清了这个德国的真面目。另外一个，我对德国没有归属感，就是因为呢，一个是德国的媒体，另外一个是德国人。德国的媒体一般都是对中国绝大部分事情呢都是片面、负面、抹黑、栽赃，对吧？这点让人特别的气愤。现在我都有免疫力了。另外一个，德国普通民众对中国充满了偏见，对中国人也充满了偏见，有的时候让人特别恶心。像这种恶心，你要住在那个国家，比如说你住在海外，你才能够理解。比如说吧，本来你跟一个德国人可能不是什么很好的朋友，有的只是呢一面之交，或者有的只是呢熟人，或者是在某个聚会呢根本就不认识，就这样交谈起来了。他知道你是中国人，他会问你非常直白的，一点都不管你的那种感受的问题。比较喜欢问的是你吃狗肉吗？开始的时候我听起来我特别气愤，因为当时啊这种第一次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觉得特别突兀。我心想怎么我能问这种问题呢？因为我知道啊，他们把狗看成人，有时候他养狗要比养他自己的孩子还养得好，就是说对他来说狗就是一条人的命，所以他才这样问。也就是说他问你的时候，他其实他内心呢是特别鄙视你的，认为你特别没有人性的人。其实他问你的时候，他就是抱了一种非常恶毒那种心理啊来问你，来恶心你。所以我说啊，德国人非常的坏，当然西方人都差不多。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后来呢，问了这样多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吃牛肉吗？他说吃啊。我说牛肉不好啊，牛肉是神啊，你们也吃啊？他说不啊。我说在印度那牛就是神啊。那他说印度是印度。我说你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问我吃不吃狗肉？我说在中国，在某些地方吃某些狗，不是说吃宠物狗，有些土狗我们有的地方吃啊，我承认。但是这是一种文化习惯，这种文化习俗，这种饮食习惯。那你为什么批评我？为什么以这样的口吻来问我？后来他没话可说了。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不要不好意思，你就要以牙还牙。然后呢，他们说中国对西藏怎么样？我就说你们以前你们殖民地的时候，你们看你们到非洲去怎么去杀戮的？你们在中国也有殖民地啊。什么是殖民地？就强迫占领人家的地方。然后呢，有的德国人就赶快想岔开这个话题。我说你等等，我就得跟你讨论下去。既然你先说了，那我就跟你讨论下去啊。争不过我了，他就说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说几百年前也是你德国的祖先干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恶心，在这种德国这种社会，他们根本就不考虑你的感受，他不会换位思考这种情况。好了，说着说就又扯远了啊。其实呢，今天我刚才就是想通过一张图片呢，说德国这个福利社会这种福利制度有多变态，然后呢，这个福利社会是不可持续的，我就想说这个问题。那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